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想用这个杨金帮，可是这次这个血案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果不是杨金帮出庭作证的话，我想不管是民众还是新闻界都很难有信任度啊。我只是提醒你，如果出了意外，你会吃不了兜着走。我相信杨金帮这次会和我们配合得很好，因为之前特别重要、原则性的问题他都能放弃，所以什么？啊？你说的放弃什么？啊，是这样。之前我们虽然找到了凶手，可凶手的杀人动机一直不扎实。他曾向我要求说，想到领事馆查阅爱德华先生的档案。什么？怎么可能呢？那不行，绝对不行，不行！是的，是的，我也跟他说了，这件事肯定不行。爱德华先生是贵族，他的档案不是什么人想看就能看的。好在我跟他说完以后，他也没坚持。他跟我说，只要杀人证据确凿，至于杀人动机的话，如果法官法庭上不一直追究，也就含糊过去了。我会和李伯伦法官打招呼，让他不要过多纠缠于作案动机，让他速审速决。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好啊，那你可以走了。一场风波就此化于无形。咬断舌头，挖瞎眼睛，只留着耳朵。是你想听到上帝对你的审判，还是法庭对你的宣判？或者是你姐姐的？为了还你清白，你姐姐承认了谋杀，并出示了证据。我估计1周之内，她就会受到公开审判。尽管5岁就被带去英国，但是18年的漫长岁月没有割断你们姐弟的亲情。不知楚庄教案这件事情是否还在你记忆中？如果对这些中国人表示仁慈，那就如同背弃了大英帝国的荣耀。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女人，不准留一个活口，统统杀光。是。
我相信，这谋杀案一定与此有关。我猜，你们姐弟3个就是楚庄教案、楚家庄大屠杀的幸存者吧？我知道，你是知道真相的。你放弃了表达的权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姐姐。牧师，案子已经查清，没有证据证明您杀了人。从现在起，您自由了。我先出去了。跳新台阶。哎，有件事我想不明白，牧师为什么要选择自残的方式，而不是自杀？对，因为他是神父，在基督教义里，自杀也是犯了杀人罪，代表对主失去了信仰。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上不了天堂。他能走到这一步，说明他内心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挣扎。你更想不到的是，他选择了一个更需要勇气的极端方式。阿芬，你怎么来了？你们也是来看牧师的吗？对。哦，对了，刚才巡捕房的人已经来宣布牧师无罪了。真的吗？嗯。哎呀，太好了！这些天我也天天在为他祈祷。阿芬，我想问一下，爱德华家族那么重要的遗嘱怎么会交到你身上？遗嘱？我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遗嘱啊。我就知道，本来就没有什么遗嘱。没事，随便问问。哦，那我就先走了。哎，杨先生，陆小姐，你们说的是那封信吧？你说的什么信啊？就是出事那天晚上，爱德华先生有封信让我交给阿坤，要阿坤连夜送去领事馆的。牧师说帮我交给阿坤，可后来我问阿坤，阿坤说没有这回事儿。我又问牧师，牧师说……他说什么？他说他把那封信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上帝了。我忘了您跟我说过，让我别再提信的事儿。刚才我一失口就……不是失口，是上帝让你说实话。牧师，我请你把那封信交给我。不管你是否真的把那封信交给上帝，但法律上藏匿和毁灭证据是要受惩罚的。我们走。是谁杀了我弟弟？是谁杀了我弟弟？
是谁杀了你弟弟？是楚元康见绑架交换不成，就下手撕票。谁知道在搏斗中，反而被正当防卫的弗兰克失手捅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绑架弗兰克。楚小姐，请节哀。我这次给你带来的也不都是坏消息。你另外一个弟弟楚元礼已经被我们无罪释放了。可是元康死了，我的元康死了。老大，政务上的指纹我已经鉴定完了。晚上的指纹检查了吗？晚上的指纹是楚元康的，刀柄上却有2个人的指纹。有意思的是，最明显的不是绑匪楚元康的，而是肉票弗兰克的。还有，那个剃须刀上唯一一枚指纹也是弗兰克的。另外补充一点，弗兰克的伤不是在左臂，而是在右臂。哎，那个我忙活半天，好像没什么意义。不是，意义重大。那我说完之后，你跟没听见一样。你这个鉴定结果，我之前就判断好了。别忘了，还有那根绳子。哦，老大，这可是个人命案呀，那怎么被他们判的跟个偷鸡贼似的马儿戏呢？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们自己看看啊，大报小报全登了呢。本月5日，他们将开庭审判，3天，就剩3天了呀，这不是草菅人命吗？我算是看出来了啊，这些洋人平时说什么法律呀、人权呀，全对咱们中国人喊的吗？这些洋人一触动他们的利益，这些话全扯淡。这应该是英国领事馆对会审公廨施加了压力。英国领事馆为什么要这么做？掩盖这案子的起因。他们恐怕是怕夜长梦多，使本案的真相浮出水面吧。那我们还偏要弄出他到底有什么内幕背景？纯属唱洋戏，就剩3天时间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上帝，他说他把那封信交给谁了？他说交给上帝了。哎，你们3个去弗朗西斯卧室，仔细的搜一搜，别忘了。他刚说的那一句，全部交给了上帝。明白。哎，老大，我们再到那儿去，你在这儿看家吗？从今天起，我闭关，没事别找我。闭关？不是，什么意思？法官大人，我想您明白，会审公廨是英、法、美诸盟国共同设立的司法机构，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我们西方文明给这个古老而落后的国度做出的一个表率，还在于保护我们的殖民。那么，英国政府希望由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英国法学博士领导的司法机构，能本着对法律公正和尊重人权的原则，审理每一个案子，绝对不能给租界的华人和租界外的中国政府和民众留下任何攻讦的口实。我以为，从一般意义上讲，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这一点，您不会不同意吧？您说呢？当然，事实上，会审公廨正是在努力践行刚才领事大人所说的这个理念。不过，我注意到了领事大人刚才用了一个一般意义的表述。我想请教一下，是否意味着法律除了一般意义的解释之外，还有一项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殊意义？啊哈，那么法官大人所理解的特殊意义又是什么呢？
这正是我想求教的问题。我觉得约翰逊先生恐怕能够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你说呢？我能吗？当然。那好吧。谁都知道法律是禁止暴力的，所以从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精神而言，战争也无疑是一种暴力上的犯罪。可是，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1860年6月，由我大英帝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的8国联军，用我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大门。从大沽炮台开始，攻占了天津、廊坊，2个月后就全面占领了皇城北京。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联军杀了无数试图抵抗的中国军人和百姓，烧了无数的兵营和民居，就连有着深厚文化历史的圆明园也被付之一炬。可是，你们认为那是犯罪吗？当然不是，那不是犯罪，那是国家利益。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部法律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任何法律真正维护的都是自己国家的至高利益。我的解释您认同吗？虽然阁下的解释听上去不够专业，却道出了事物的本质所在。一场很有建设性的讨论呢。那我告辞了，谢谢。法官大人，刚才我们发表了那么多的意见，恐怕还没有涉及到正题呢。可我已经领会了您今天请我来的用意，请放心。正如刚才约翰逊先生所说的，我不会让曾经因国家利益而发生的暴力受到我们自己法律的接纳，因为国家利益高于法律精神。果然不出所料，这封信解开了所有谜底。尽管谋杀的事实不可否认，但我还是不忍心就这么眼睁睁地把楚三姑送上断头台。可事实毕竟是事实，难道我们还……离开庭只有3天了，
只有3天了。老大，今天这些大报小报的记者显得非常兴奋。别小瞧了这些小报记者的作用，这回我们就利用他们猎奇和揭秘的心态，让他们想难什么都难。邦哥，有把握吗？那也要试试。哎，走，洋人一个看看去。杨侦探来了，杨侦探来了，杨侦探。请问大侦探，今天梁侦探说吧，你能说2句吗？请问杨先生，有传言说本起凶杀案是由多名案犯合伙作案，可听说今天被审判的却只有1位凶手。作为本案侦探，您能给我们一个解释吗？请问大侦探，本案是一起由华人谋杀洋人的特殊凶案，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会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吗？我只是代表巡捕房出庭作证的证人，我的责任就是在庭上陈述事实的真相，其他的答案都不应该由我来向公众发布。那你认为应该由谁来给公众一个权威性的发布呢？你们看，张探长来了，他是本案的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张探长来了，张探长，张探长，您给我们说说案情吧，张探长。张探长，有传言说本起是啊，我们都很好奇啊。张探长，跟我们说2句吧。你说吧。说今天被审判的却只有1位凶手。张探长，作为探长，您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吗？对呀，给我们个解释吧。张探长，您说几句吧。您能说一说吗？杨大侦探，恭喜你又侦破大案了。谢谢弗兰克先生。哦，原来弗兰克先生是左撇子，我还以为中国人才有左撇子。现在看来，左撇子也不是完全取决于种族肤色。我本来安安心心地躺在医院里养伤，听说阁下坚持要我来旁听今天的庭审，阁下不会给我暗设陷阱吧？我只是觉得你经过了一场生死，如果今天缺席的话，会是一个遗憾。那么我还得感谢你了。不必客气。这真是太过分了！这中国人真是太可恶了。他们怎么可以杀了爱德华呢？我曾经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我听到这个消息，现在开庭。待被告人楚三姑。我也听过，这个女人怎么会杀人呢？下面进行案情陈述，杨金邦先生，请到证人席来宣誓。我宣誓，我对我的证词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好，下面请你向法庭如实陈述案情。法官大人、陪审大人，请允许我对此案情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本月25日凌晨，在霞飞路89号公馆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英国远东贸易董事兼公共租界董事局董事，61岁的
爱德华伯爵。肃静，请大家肃静。杨先生，请继续。我和我的助手在早上6点收到巡捕房的通知，赶到了现场。现场出情如下：第一，案发地点，爱德华先生的卧室。第二，现场勘查，死者左胸插有5寸长尖刀，深入体内3寸，显然这个深度可以刺破心脏，一招致命。第三，死者尸体附近有一把勃朗宁手枪，但枪膛里没有子弹。照片显示，死者曾经面对过凶手，并且开过枪，但是枪膛里并没有子弹，所以61岁的老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被凶手用尖刀刺破了心脏，瞬间死亡。将凶手碎尸万段！肃静，都肃静，请坐下。法官大人，我还要补充一点，死者卧室还挂有他的肖像，这种肖像很少会有人经常移动的。但是我们发现，这幅画有被人移动过的痕迹。这和谋杀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吗？请法官大人容许我以后再回答这个问题。那你继续吧。很多人看见这一幕，第一反应就是，究竟是谁会谋杀一个受尊敬的伯爵老人？但是我的第一个疑点就是，凶手究竟是如何完成谋杀的？这个疑问带出另外一个疑问，就是究竟是公馆内部人作案，还是有人趁风雨雷电潜入作案？根据调查，公馆有7人留宿，除了3位男性保镖，还有1位女性佣人在卧室睡觉之外，另外还有死者的义子牧师弗兰西斯。据他所说，当时他在卧室里面读圣经。另外，还有死者的侄子弗兰克先生和他的情人一名兰妮小姐，在房间的床上。在做什么，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根据案发时间和公馆内部人员证词的相互印证，公馆内部人员的嫌疑都可以排除。你说排除了内部所有成员的嫌疑，也包括今天接受审判的这位真名叫楚三姑的被告吗？当然，没有事实和证据证明他可以参与谋杀。不是他，那会是谁啊？就是啊，杨先生，杨先生，照你所说，如果你面前这位被告不是谋杀爱德华的凶手，那么谁是凶手？法官大人，被告自己向巡捕房自首，说自己谋杀了爱德华先生，完全是出于他是亲姐姐的大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挽救自己的弟弟。其实，本案真正的凶手是楚元康。你刚才可是做过宣誓的。对，我对自己的证词负全部的法律责任。你否认被告是凶手，而指控被告的弟弟楚元康才是真凶。那么，请你出示证据。在我出示证据之前，我想请一个人来上庭作证。你想让谁来作证？就是弗兰克先生。我想请弗兰克先生上庭作证。不，我是被害人，不是凶手，我有权拒绝为你作证。法官大人，根据租界的法律条文，如果允许一个知情人士保持缄默的话，我就放弃这一局。他说的是合理的。弗兰克先生，按照租界的法律条文，你有义务出庭作证。不过，我想提醒杨先生一句，弗兰克先生有权拒绝一切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完全明白。弗兰克先生，请你到证人席来。我发誓，我在法庭上所陈述的一切，
全部属实。杨先生，那么你究竟想让弗兰克先生证明什么呢？我想请弗兰克先生在庭上为自己做一个不在场的证明。什么意思？难道你在法庭上还怀疑是我杀了自己的叔叔？我用得着向法庭做不在场证明吗？真是太荒谬了！这个中国人别有用心，这简直是对英国自觉的侮辱！是，就是。肃静，肃静！我提醒各位，要是再这么大声喧哗扰乱庭审，法庭就下令清场。难道我的语言表达有问题吗？法官大人，请允许我重申一下我的问题。弗兰克先生，案发的时候，就是你听到警铃响起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明知故问，这并不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要是羞于启齿，也可以用英语回答。我相信旁听席上的很多听众是听不懂英语的。这有什么羞于启齿的？我不怕让全世界都听清楚我的话。我当时正在和那个女人做爱。哪一个女人？她在场吗？可以指认出来吗？我请求法官大人允许我拒绝回答这样的私密问题。法官大人，请驳回他的请求，因为这个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谁是凶手的问题。弗兰克先生，我不得不驳回你的请求，请你当庭回答。这个女人就是被告楚三姑，我曾经和她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请法庭将弗兰克先生的证词记录在案。这小子今天在玩什么花样？弗兰克先生，警铃响起的时候，你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对吗？是的，我是第一个赶到那儿的。那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凶手正跳窗逃离现场。然后你做了什么呢？我阿坤先生，枪声是从哪儿来的？好像是爱德华先生的房间。快走，走，走。我打中他了！快，快，走，快，快！法官大人，根据弗兰克先生的证词，证明了2个事实。第一，就是当时弗兰克先生是跟楚三姑在一起的，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就是弗兰克先生看见了凶手，也证明了我刚才说是外人潜入作案的这个推断是合乎事实的。我还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把左轮手枪是属于弗兰克先生的，还有这个弹头是从这把左轮手枪里射出来的。这2点可以证明弗兰克先生所说的是合乎事实的。我可以下去了吗？弗兰克先生，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我想请教一下这位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人的心脏究竟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当然是左边。我想提醒杨先生，你在法庭上提如此儿戏的问题，有蔑视法庭之嫌。弗兰克先生有权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对不起，法官大人，那我就问另外一个问题。据弗兰克先生所说，案发的时候，当他听到警铃响，他第一个赶到现场，他看见了凶手逃离现场，而且也看见身中街刀的叔父躺在地上。按常理，一个懂得医术的侄子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抢救他的叔父，但是他没有停步，却去追那个凶手，这是不是不合情理呢？我早就已经对你做过解释，我希望弗兰克先生在庭上再解释一次。这跟谋杀毫无关系。这当然有关系。我是个医生，我知道那种情况下还有没有抢救的希望，而我也对你说过，那刀是刺在我叔父的左胸的。叔父，我不得不为您感到骄傲，为我从一名出色的皇家海军军官，改行成了一名商人兼慈善家吗？不，为您属于人类0.05%的极特例人群，
难道你的 X 射线发现我怀有身孕了？不是，叔父您自己看吧。上帝呀！原来我的心脏长在右边。这个中国佬是在引诱我掉进他的陷阱里，我不能上当。对于弗兰克先生的解释，我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当你听到警铃响的时候，你第一个赶到现场，你看见凶手逃离现场，但是你也看见你的叔父身中尖刀，而且深深地扎在他的左胸。你知道人的心脏是在左胸，而不是在右胸，所以你可以准确地判断，他那时候已经没救了，甚至在你到来之前就已经死了。弗兰克先生没有回答，是不是因为医学上面有一些特殊的个例？如果有的话，请你在庭上。这是个愚蠢的问题，谁不知道人类的心脏都是长在左胸？这是毫无疑问的。法官大人，我相信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所说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季方兄，这是我们刚刚找到的，你先看。这是什么呀？这鸟语我也看不懂啊。这是爱德华伯爵的 X 射线体检报告。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弗兰克的卧室里面找到的，这说明他早就知道爱德华先生的心脏是长在右边。换言之，他说当时他断定爱德华先生已经死亡，所以没有停下来，而是去追拿凶手。这说法完全是谎言，分明是在做伪证啊！这家伙简直就是在玩火。案发当晚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在案发地霞飞路89号门口发生了一场斗殴。是你不让我进去是吧？是你不让我进去是吧？干什么？哦，把他拉起来！这场斗殴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却给了黄包车车夫一个潜入的时机。黄包车车夫趁着门口的人扭打成一团，便潜入了公馆。潜入公馆之后，他一直在等待，直到凌晨3点左右，他等到了机会。当时阿芬从房间出来，回到自己房间，而爱德华先生也上床睡觉了，所以凶手便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房间的灯已经熄灭，凶手就趁着爱德华先生睡觉潜入房中。凶手潜入之后，他的目的不是谋杀，而是另有所图，所以他没有趁这个机会下手，而是在寻找一件东西。突然，一个雷电惊醒了爱德华先生。爱德华先生发现了楚元康，他拿出他的手枪，和楚元康形成了对峙。告诉我你到底是谁？站那儿别动，我不想杀人。如果你非要找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投降吧，年轻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来宣判你死刑的。那我就让你先去死。然而，弗兰克先生拿手术刀的手不擅长玩枪，那一枪没有打中凶手，而是打在一扇门上面，所以凶手就可以成功逃脱了。看来这小子为了一个交际花在自毁前程。杨金邦先生，你刚才所做的陈述和巡捕房提供的案情调查报告有很大的出入。在下所说的是事实，还有这把刀为证。这刀口上面留下了楚元康的指纹，而指纹的证据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侦案例中，都是最有力的证据。
按你所说，本案的凶手只是一个贪婪的黄包车夫，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我知道法官大人所说的漏洞，就是有人事先卸掉了枪里的子弹，所以认定凶手是有同谋的，并且认定可以偷走爱德华手枪里子弹的人，就是常常出入公馆的被告。对，这一点你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否则，你之前所有的陈述都将令人无法信服。法官大人，子弹并非被告偷走的，那会是谁？就是爱德华先生的义子，弗兰西斯先生。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些子弹，就是弗兰西斯先生在案发之后主动交给巡捕房的。根据口径和数字，跟爱德华先生的手枪完全相符。现在已经知道弗朗西斯和作案人的关系，即便是弗朗西斯取走了子弹，其目的也是为楚元康的谋杀行动扫清障碍。弗朗西斯也属同案犯。弗兰西斯先生偷走子弹是另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他担心他的义父会用手枪自杀。怎么可能是自杀？这不可能吧？弗兰西斯先生偷走子弹是另有原因的。什么原因？他担心他的义父会用枪自杀。哦，天哪！这怎么可能会是自杀？绝对不可能是自杀！法官大人，请允许我请另外一位证人。好的，允许。我想请爱德华先生的女佣阿芬。牧师，我离开一下。阿芬，别害怕，问你什么你就如实回答。嗯。好的，现在请证人宣誓。法官大人，证人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我请求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宣誓。我是基督教徒，我向上帝保证，我绝不说一句假话。阿芬，你是不是亲眼看见弗兰西斯牧师取走了爱德华伯爵手枪里的子弹？是的。那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怕爱德华先生自杀。快停下，父亲！不要这样，把枪给我！别管我，上帝会拯救你的！别管我，我求求你，你还有我呢！别管我，放开我！灵魂一旦沾上污血，无以救赎。那天，要不是弗朗西斯牧师，爱德华先生可能就……后来，不是当天晚上，弗朗西斯牧师趁爱德华先生睡着的时候。
父亲最近情绪不好，我不希望他伤害自己。我去了这些子弹，也防不住他用别的方式。阿芬，请你帮我多关注他的举动好吗？牧师，放心吧，我会的。谢谢。可是接下来几天，爱德华先生的心情越来越好了，但是没想到后来会……那你知不知道这段日子，爱德华先生为什么会情绪异常呢？此事与本案无关，没必要追问了。现在让证人阿芬下去吧。杨先生，要想使你之前全部的陈述令人信服，你还必须当庭说明一点，那就是楚元康潜入到爱德华的卧室想干什么？法官大人，我之前提过案发现场的一个细节，就是在爱德华先生房间里面的肖像画有明显被人动过的痕迹。我现在可以用它来回答你的问题：凶手潜入爱德华先生的房间，就是为了偷画。杨先生，一个车夫干嘛要去偷一幅毫无经济价值的私人肖像画呢？你的理由根本无法让人信服。楚元康想偷的并不是爱德华先生的肖像，而是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西阿岛的屠杀》。这幅画表达的是1822年，土耳其人占领了希腊版图的西阿岛，并且血洗了小岛，杀了23000人。真是太惨了，太惨了！我们不能够否认一个事实：1860年6月，由我大英帝国军官西摩尔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的8国联军，用我们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这个古老国度的大门。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联军杀了无数试图抵抗的中国军人和百姓，烧了无数的兵营和民居。那不是犯罪，那是国家利益。因为任何一部法律，任何法律真正维护的都是自己国家的至高利益。一场很有建设性的讨论。那我告辞了，谢谢。法官大人，刚才我们发表了那么多的意见，恐怕还没有涉及到正题呢。可我已经领会了您今天请我来的用意，请放心。正如刚才约翰逊先生所说的，我不会让曾经因国家利益而发生的暴力受到我们自己法律的劫难，因为国家利益高于法律精神。侵略者的暴行激怒了欧洲的进步人士，还激怒了画家德拉克洛瓦。他怀着巨大的同情，以鲜明有力的构思、动人心魄的形象，还有雄劲奔放的构图，揭露了土耳其人的残暴罪行。杨先生，请你停一下。如果楚元康潜入作案现场盗取这幅名画是为了它的价值，那么此画作的内容和主题与此案就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你就不必花那么多的口舌来讲解此画的内容了。我接受法官大人的批评，但是最后，我想向庄严的法庭表明一下我对此案的观点。真正的凶手是楚元康，并非今天的被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参与了谋杀。对于一个能牺牲自己来挽救弟弟的姐姐来说，是理所当然应该当庭释放的。暂时休庭30。约翰逊先生，我一直在想，我们同意让那个杨金邦代表巡捕房出庭作证，恐怕是一招败棋，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虽然他曾留洋伦敦，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会
他会站在英国的立场上。领事大人放心，那个杨金邦虽然是条不太受管束的猎狗，但是有巡捕房探长张继芳牵着他脖子上的链子，他也不可能跑出我们划定的范围，否则他的侦探所就得关门。很好，我希望你还是要时刻关注庭审进展，我可不希望发生节外生枝的事。我相信在李伯伦大法官的主持下，任何意外都不可能发生。你就那么相信他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庭审？我明白大人的意思了。那么我现在就去法庭旁听庭审。很好，去吧。杨金邦，你究竟想？有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死的话，你自己去，你别拉着我给你陪葬。你的算盘打错了，你知道吗？齐方兄，快该停了，我先上个厕所。哎呀，你别给我油腔滑调。我跟你说正经的，虽然这几年咱们合作的不错，但是我可不能容忍你为所欲为。一会儿在开庭，你必须用事实真相纠正你的荒谬推断，要不然我连你也送上断头台。我告诉你，齐方兄，恕我事先没有跟你沟通。有什么好沟通的？我的这个案情报告你之前都看过的，我请你来作证，只需要你陈述一遍，沟通什么也沟通。齐方兄，我知道你生气，那不如先让这个案子完了，我再跟你解释，好不好？我真后悔他娘的请了你这个混球。那下次别请我了。还下次？做梦吧你就！哎呀，好了，别闹了，我带你去看看情况。来。尽管杨金邦的陈述和我们事先看的报告有很大的出入，但是我觉得只要他的陈述符合逻辑，并有足够的说服力，我们法庭也没有理由不采信呢。不，按照我们事先得到的案情报告，谋杀案分明是由楚氏姐弟共同来作案的。可是，杨金邦的陈述却把谋杀全部推在一个企图再次杀害弗兰克，却意外死于弗兰克自卫的一个人身上，企图帮助那个女魔头获得无罪释放，这是让人绝对无法接受的。看看，多平静！他早就做好死的准备了。齐方兄，本案本来就是因为种族仇恨而引起的。我和你有着同一种族的血，血浓于水。你也不忍心把他送上断头台吧？你释放楚元礼，就是一个好的证明。我就怕你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反而弄巧成拙，不但救不了他，反而连累我已经释放的楚元礼。放心，我有杀手锏。在我看来，杨金邦的陈述中忽略了2个重要的细节和一个要点。第一，是他有意忽略了楚三姑主动招认的那只针筒。从案卷上看，楚三姑承认，因为当时中刀后的爱德华还活着，是他用了注射的方法2次加害，才导致了爱德华死亡。当然了，他并没有招认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致命药物，而且杨金邦在陈述中对此丝毫未提。第二，是他有意忽略了楚三姑设计绑架弗兰克的情节。从报告上看，楚三姑绑架弗兰克，并以此要挟巡捕房交换他的弟弟楚元礼，而巡捕房不接受绑匪的无耻胁迫，他就指令楚元康撕票，绑架英国贵族并企图撕票，就这一项，就可以把他送上断头台。还有一个要点是，从报告上并没有阐明楚氏姐弟的作案动机，而今天呢，杨金邦却将案犯的动机归咎于盗取一幅名画。
依我看，他这是避重就轻，真正的作案动机还远远不止于此。先生，这个动机是成立的。自从接到这份结案报告之后，我一直认为所谓的作案动机是有漏洞的。楚氏姐弟和爱德华伯爵没有任何过节，相反呢，爱德华伯爵18年前收养了一名孤儿，并将他送到了伦敦，培养成为一名牧师。后来偶然的机会，他们姐弟相认了。按理说，爱德华对楚氏三姐弟恩重如山呢。楚氏三姐弟为什么要谋杀他们的恩人？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困扰着我。可听了杨金邦的陈述，我释然了。学一句中国人的话，真是一个利字了得，而一幅足可以卖出他们一生都无法挣到的高价的名画，就足可以让他们姐弟铤而走险了。经你这么一说，杨金邦的陈述那就可信多了。不，即便是这样，那个女魔头也是同案犯。如果法庭最终做出将他无罪释放的判决，将是我们西方法律的莫大耻辱。理查德先生不必有此担心，确定了作案动机也丝毫改变不了爱德华的真正死因，更改变不了楚氏姐弟绑架撕票的事实。就凭这2点，等着楚三姑的将是极刑。庭审继续，听听结果。杨先生，经过上一节的庭审，本法官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身份。你是代表公租界巡捕房，也就是本案的侦查方向。遗憾的是，从你的陈述看，你更换了自己的角色，把自己当成被告的辩护律师了。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只是如实陈述。可是你的陈述却和巡捕房事先递交的调查报告并不一致，甚至于说是大相径庭。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结调查，你们就匆匆的开庭审判。我想问一下，那么大的一桩命案，为什么被告仅自首3天，你们就要匆匆开庭？我想，新闻界和公众有权知道背后的原因。是啊，我们要知道真相，我们要知道真相。为什么？告诉我们。肃静。书记员，杨先生所说的完全是没有依据的主观揣测，将此问题忽略。杨先生，请你继续理清案情。我还有2个问题想请你做进一步解释。第一，按报告上称，被告自己亲口否认，当他走进案发现场时，爱德华先生并没有死亡，是他采用注射手段2次加害，才导致了爱德华伯爵的死亡。而且报告还交出了那只用来谋杀的针筒。可你之前的陈述中为什么对此只字不提？是阁下记性不好，忘了说了吗？看来杨先生编织的脚本还是有漏洞啊。如果是编织的脚本，有漏洞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没有漏洞的。那就请杨先生为本法官刚才的提问做出解释。法官大人，在此之前，我想再一次请弗兰克先生到庭上作证。好，可以让他上来。法官大人，在前一节的庭审中，我已经在弗兰克先生的证词中做出了详细的陈述。第二，等一等，杨先生，你无法在我们几位面前蒙混过关的。你说你在之前的陈述中已经说明了此项，法庭可以当场查看记录的。书记员，请你告诉他，在你们的记录中提到过针筒吗？没有。我再三向弗兰克先生求证，当时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看到爱德华先生倒在地上的情况，他肯定地回答我，
他看见爱德华先生左胸中了一把尖刀，刺破了心脏，而且他用医学博士的知识回答我，他赶到时，爱德华已经死了。弗兰克先生，你可以在庭上重申一下你说的话是实话吗？是的，我说的都是事实。可那只针筒又是怎么回事呢？被告为了取信巡捕房，拿了这一支针管去自首。我们对针筒做出了检验，没有发现任何毒物。与其吻合的是，在爱德华先生的尸检报告中，也没有发现爱德华先生有中毒的现象。请告诉我，被告为什么要拿这支针筒来自首呢？要澄清这一点，又要劳驾我们的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了。弗兰克先生，我想问一下，如果要用针筒去杀人，除了毒药之外，还有什么途径呢？告诉你一个秘密，对于医生来说，只要这么一副针筒，无需任何药剂，就足以致人死命。吹牛，一副针管就能杀死一个大活人？可能弗兰克先生听不明白我的问题，我换一个问法。假设，我是说假设，假设有人请教你，怎样去用针筒杀人？作为医学专家，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不，这不可能，除非氰化钾或者蛇毒，否则一支针筒是不可能致人死命的。法官大人，我相信医学博士弗兰克先生的说法能获得法庭的采信。可见，被告说，当时爱德华先生中刀之后还活着，而且他用针筒去把他杀死。这个说法多么荒谬！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向法庭表明，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挽救弟弟的性命。虽然是不合法的，但是完全合乎中国人的亲情。关于爱德华先生被害的事实，暂时到此为止。所呈现的事实和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被告楚三姑的谋杀成立。好，本案审理还没有结束，请大家肃静。本庭刚才宣布，现在所有的证据和事实还不足以判定被告直接谋杀爱德华伯爵的罪名，并不是说被告就能获得无罪释放，因为被告绑架并企图撕票的行为同样是一项可以判处极刑的重罪。所以这一次的庭审，我们三个一致认为还没有结束。杨先生，你是否仍然坚持为被告做无罪辩护？法官大人，我今天只是代表巡捕房到庭上陈述事实，被告有罪没罪，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应该由法官大人来裁决。本法官来宣读一下巡捕房的调查报告。楚三姑、楚元康姐弟合伙绑架了英国子爵弗兰克，他们的计划败露之后，楚元康凶相毕露，下手撕票。经过一番搏斗，反被弗兰克失手杀死。弗兰克先生失手杀死绑匪，纯属正当防卫，而绑架案主犯楚三姑实属首恶，罪不可恕。就算是让一个死有余辜的楚元康扛走谋杀爱德华伯爵的全部罪孽，但凭后来的这起绑架撕票案，被告楚三姑也难逃法律的严惩。如果证人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暂时休庭。法庭合议之后将会对此案进行宣判。法官大人，且慢。法官大人，你刚才读的绑架报告，
确实有小小的瑕疵。为了尊重法律的精神，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在这里澄清一下。杨先生，绑架撕票案前因后果、证据链完整，完全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了。法官大人，公众和舆论正在期待真相。既然是公开审判，给他们一个真相，也不会太浪费时间吧？对，我们要知道真相。肃静。好吧，杨先生说本案还有几个小小的瑕疵需要澄清，那么请你摆出事实来。我对被告是绑架的主谋这个指控没有异议。既然如此，那你还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呢？我想澄清的是，本案是有绑架事实，却没有撕票的预谋。弗兰克先生，请你大声说出你手臂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是被绑匪刺伤的，幸好当时是在黑暗中，否则就不只是手臂受伤了。绑匪为什么要刺伤你？他们计划落空，想撕票杀人。这还没有恶意。他用的是什么凶器？一把匕首。谁的匕首？当然是楚元康的。这么说，计划不成就撕票，也是他们早就有预谋的。是的，我想是这样的。杨先生，弗兰克先生已经把当时发生的事说得很清楚，你还有什么需要澄清的吗？法官大人，你说绑匪计划不成就要撕票是有预谋的，依据就是楚元康准备了一把匕首，对吗？杨先生，我想绑匪准备了那把匕首，一定不是用来切菜的。但是我在现场找到了另外一个物证，就是这个，大家看看，也是一把可以杀人的利器。这把英国造的胡子刀，明显不会是黄包车车夫的。当然，弗兰克先生也可以否认这把刀是他的，但是我在上面提取了弗兰克先生的指纹，这可以证明这把刀就是弗兰克先生的。如果法官大人说楚元康准备了匕首，就是有撕票的预谋，我想问一下弗兰克先生，你带这把刀又有什么用意呢？是想在撕票之前刮一刮胡子？我还有一个疑问，当时弗兰克先生就是被这一条绳子绑住的。我想问，绑匪撕票的时候，你是怎样挣脱这根绳子跟绑匪搏斗的？而且用绑匪的匕首刺死了他，而你右手只是受了一点点的轻伤。当时只有楚元康跟弗兰克先生两个人，现在楚元康死了，死无对证，要弗兰克先生说出当时情况也确实不容易。那不如让我推断一下当时的情况。所谓的撕票发生时间大概在凌晨左右。当时看守的楚元康在弗兰克先生的请求下，去为他弄了一碗水。因为弗兰克的双手被绑，楚元康只好给弗兰克先生喂水喝。但楚元康丝毫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弗兰克先生用早已准备好的胡子刀割断了绳子。凭着弗兰克先生的经验，他知道被扎中的楚元康必死无疑。当时他就想立刻逃走，但是我的助手赶到了，所以他只好划伤自己来掩盖事实。弗兰克先生，不知道我的推断对不对呢？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杨金邦先生，刚才你的推理虽然很精彩，但推理毕竟是推理。我们法庭判案需要的是证据，没有证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法官大人，我还有几样证据可以证明我的推理
不是虚构的。第一，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器皿的碎片，现场没有水，但我们发现它的时候，上面有水迹，而且在上面提取了楚元康的指纹，这就证明楚元康不可能撕票，否则怎么会满足弗兰克先生喝水的要求呢？第二，这是绑弗兰克先生的绳子，从截面来看非常平整，明显是被利刃割断的。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大家看，完全一致。第三，尸检报告。尸检报告证明，死者楚元康死因是心脏被刺破，而我们在刀柄上面提取到了楚元康跟弗兰克先生的指纹，这就可以证明楚元康恶意杀人撕票的指控完全不成立，而弗兰克先生出于正当防卫误杀楚元康的说法更是谎言。事实恰恰相反，不是绑架者有预谋的撕票，而是被绑者有准备的突然袭击。要是他杀了爱德华先生，怎么可能？肃静，肃静！杨金邦先生，你能对自己刚才的推断负全部的法律责任吗？当然，我之前在这里宣誓过。如果事情的真相真如你所陈述的那样，不是绑匪有预谋撕票，倒是弗兰克先生有准备的采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刺死了绑匪，那弗兰克先生的伤怎么解释？这太荒谬了，他可以推翻你所有的假设。法官大人审案果然是滴水不漏。那好，我现在试试用另外一个事实来弥补这个破绽。最好这样，否则等待你的将是因作伪证而锒铛入狱。那好，为了让我的证词更具权威性，请法官大人允许我，请在康桥大学医学院专修法医解剖学的陆小姐到庭上作证。准许。尊敬的法官大人，我要向本庭出示3份检验报告。第一份是弗兰克先生的伤情报告。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份伤情报告是由我们杨金邦侦探所和给弗兰克先生治伤的维多利亚医院共同出具的。这份伤情报告表明，弗兰克先生所受的右臂刀伤，伤口长约5厘米，形状呈后窄前宽状，深度较浅，说明持刀者是由后向前割据而成。第二份是死者楚元康的伤情报告，报告表明，伤口长约3公分左右，形状同本案凶器相符，深度直接刺破心脏，而导致被害者瞬间死亡。第三份是有关死者的出血和弗兰克先生右臂受伤出血的血液凝结情况的报告。在出示这份报告之前，我想先就一项科学论据做一个相关的说明。任何人类和动物的血液，一旦离开了本体和空气接触，就会因为血液中的水分挥发而使血小板凝结，而这种血液凝结是需要一个时间逐渐形成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从血液凝结大致可以推断出出血的时间。对不起，陆小姐，我不得不打断你冗长而专业的说明，请你直接告诉我与本案有关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根据血液凝结情况，楚元康被刺死亡在前，弗兰克右臂受伤在后。换句话说，一个已经死在前面的死人，怎么可能伤了一个大活人的手臂呢？如果事实如你所说的这样，弗兰克杀死绑匪后，为什么又要给自己一刀呢？因为他要掩盖事实。可当时没有外人在场，他有必要掩盖吗？因为当时突然进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同事吴阿六。
我的同事吴阿六一直跟踪着楚氏姐弟的行踪。当楚三姑决定自首前，请吴阿六去老宅，让楚元康放了弗兰克。到底怎么回事？他要撕票，我差点就没命了，你快救救我！法官大人，以上就是我们根据所获得的证据链对本案事实真相做出的推断。我们的观点是，所谓绑匪撕票和弗兰克自卫的说法完全不成立，请法官大人予以考虑。陆小姐，你的证词听起来有点荒谬，毫无可信度。法官大人，我在法庭上出示的3份检验报告，完全经得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刑侦学的检验。比如说英国的苏格兰场。陆小姐，你只是一个证人，而不是辩护律师。你的责任和义务只是提供客观的检验结果，带有任何主观臆测的假设性结论，本庭都不会采信。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去。杨先生及其助手的证词虽然听上去合乎逻辑，却混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楚三姑和楚元康确实绑架了弗兰克，并用绳索捆绑而限制了弗兰克的人身自由。楚三姑在给巡捕房打电话提出交换人质时，就公然发出过如果巡捕房拒绝放人就撕票的威胁。可见绑架的事实和绑匪有计划的恶意互为印证，他们的绑架行为已经构成了重罪。无论弗兰克先生采取任何自救行为，都是受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下的正当防卫。本庭认为，弗兰克先生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好，公正的裁判就应该这样。肃静，肃静！本庭也部分采信巡捕房证人杨先生关于楚元康因盗画而演变成谋杀的作证事实，并鉴于楚元康已死，无需再做追究。而被告楚三姑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他参与了对爱德华伯爵的谋杀，但作为绑架弗兰克先生的主谋，亦已触犯了刑事重罪，依法无可轻恕，当以重刑判处。法官大人，等等，你还想说什么？我还有证物要呈交给法官大人。杨先生，既然是与本案有关的物证，你为什么到现在才递交给本庭？第一，我是昨天才得到这个物证的；第二，我现在递交，我是希望法庭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本案始末，而做出更客观公正的判决。现在案情已经审清查明，无论你有什么新的物证，都不能影响对本案被告的量刑和裁决。所以，你手上要是真的有什么物证，也等到判决之后再递交给会审公谢吧。现在我宣判。法官大人，在调查过程中，我多次要求查阅死者的档案，以找到案发的原因，但都遭到了拒绝。而这个物证正好满足了我的要求。如果法庭拒绝接受这份物证的话，那我只剩一个选择，就是把这个物证交给新闻界，让公众去评判。杨先生，你手上有什么证据吗？是啊，是啊，杨先生，交给我们吧，交给我们吧。是交给我们，杨先生，交给我们吧。交给大家海人。哎，我们出发，都可以啊。是杨先生，这就该我们了。肃静，暂时休庭10分钟。杨先生，请你来一下。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把这封信公开，以使本案真相？你想把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演变成一场政治和外交风波吗？这当然不是我的本意。你不要无理取闹。这封信是绝对不可以向外界透露一个字的，否则你还有我承担不起由此引发的所有责任。好，那我们回到本案。不知道法官大人会对被告做出怎样的宣判呢？西方的司法理念是重证据，公平公正。既然指控楚三姑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就可以考虑当庭释放。我非常赞同法官大人睿智的决定。我一直视你为有才华的年轻人，今天才看清楚，你还是个奸诈的人。法官大人，别忘了，我也留过，我跟你还是在同一个学校学习。现在本庭宣判，经本庭合议，爱德华伯爵谋杀案，被告楚三姑由于证据不足，予以当庭释放。你们喜欢躲就躲吧，啊！我自己去吃大餐，慢慢躲啊。